比起四轮驱动，现代人脑海里都是分动箱、中央传动轴、差速锁这套成熟结构。上世纪50年代，雪铁龙走出了一条完全背离主流的技术路线，直接把2台完整发动机分别布置在车头与车尾前，发动机驱动前轮，后发动机驱动后轮，不靠传动轴，硬生生造出一台4轮驱动小车。这台车型名为雪铁龙 2CV Sahara， 是全世界唯一批量投产、采用前后双独立内燃机的民用4驱车，被无数车迷称作法式工业浪漫下诞生的疯狂实验品。故事要从雪铁龙传奇国民车 2CV 说起。2战结束后的法国百废待兴，雪铁龙工程师皮埃尔·布朗热定下目标，打造一台极度廉价、悬挂柔软，能拉着一篮鸡蛋穿越乡间烂路而不打碎的平民小车。1949年，雪铁龙 2CV 正式问世，前置前驱布局，空气冷却水平对置，双缸发动机互联式柔性悬挂，凭借极致耐用、油耗低廉，迅速风靡欧洲乡村。但标准版本先天短板十分明显，仅有前驱，面对沙地松软荒漠、陡峭山地，极易打滑线车。20世纪50年代，法国在北非拥有大片殖民地，石油勘探队、边防巡逻、地质工作者急需一款小型通勤车辆，穿梭在撒哈拉边缘地带。普通越野车体型庞大，油耗高昂，不适合短途穿梭。普通 2CV 前驱在沙漠沙地寸步难行。摆在雪铁龙工程师面前有2条路。第一条，重新开发一套传统分时4驱系统，增加中央传动轴，分动箱改造，底盘结构。可 2CV 车体狭小，原厂小型双缸发动机动力储备极弱，狭小底盘很难容纳整套传动组件。重新研发的成本极高，周期漫长。这时诞生了一个大胆到近乎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既然没法把动力传递到后轮，不如直接给后轮单独加装一套动力总成。雪铁龙最终敲定方案，在标准版 2CV 基础上打造 2CV Sahara， 不再费力改造传动系统，直接采用前后2套完全独立动力单元，车头保留原厂 425cc 水平对置，双缸风冷发动机负责驱动前轮。原本存放行李的后备箱空间掏空，反向安装一台一模一样的 425cc 发动机，匹配独立变速箱驱动后轮。2台发动机互不干涉，各自拥有离合器、变速箱、冷却系统，一套车壳里塞，近2套完整动力总成。硬件布局处处体现，设计师因地制宜的巧思也处处透着奇特。2台发动机匹配2套4速手动变速箱，设计师通过一套连杆机构实现单根换挡杆，同步控制2组变速箱。离合器踏板共用一套液压系统，同时控制前后2台发动机离合器。仪表盘配备2套独立点火开关，驾驶员需要2把钥匙，分别启动前后发动机。油箱同样一分为2，2个15升油箱布置在前排座椅下方，加油口直接开设在前门板内侧，开门才能加注燃油，成为这台车辨识度极高的特征。因为后备箱被发动机占据，备胎无法后置，只能固定在车头引擎盖上。这套独一无二的驱动结构带来3种行驶模式，完美适配北非复杂路况。铺装公路正常行驶时，驾驶员只启动前置发动机，以前驱模式行驶。另一台发动机熄火休眠，控制燃油消耗。陷入沙地、泥泞、陡坡时，同时启动2台发动机，实现4轮驱动，总功率达到24马力。极端应急场景下，如果前置发动机故障，可以切断前传动，仅依靠车尾发动机后轮驱动继续行驶。在荒无人烟、很难找到维修站的沙漠，2套动力互为备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优势。一旦其中一台发动机抛锚，车辆不会彻底瘫痪，依然可以依靠另一套动力缓慢驶回营地。这也是当时军方与石油公司青睐它的关键理由。1958年，雪铁龙首次展出 2CV Sahara 原型车，1960年正式投入量产。但这款工程奇迹从诞生之日就自带难以回避的缺陷。首先是成本暴涨，售价达到普通 2CV 的2倍，高昂价格劝退绝大多数私人消费者。购买客户基本都是石油企业、山地救援队、海外军警单位。2套动力总成大幅增加，车身重量、操控变得迟钝，机械结构复杂度翻倍，维修难度远超普通汽车。普通修理厂很难同时维护2套发动机。
两台发动机无法做到动力完全同步，四驱行驶时容易出现前后轮转，速插轮胎磨损速度大幅加快，风冷发动机散热压力更大，持续在高温沙漠全力行驶，过热风险显著上升，受制于定位小众，成本过高。2CV Sahara 的产量极其稀少，从投产到1966年停产，11年时间仅制造694台。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，北非市场需求快速萎缩，雪铁龙也停止了这款特殊车型的生产。沧海桑田，绝大多数2CV Sahara 在艰苦环境中损耗报废。如今，全世界能够正常行驶的存世车辆仅有20-30台。在国际经典车拍卖市场，一台品相完好的2CV Sahara 成交价常常突破100万人民币，成为经典车收藏家争相追逐的藏品。很多人会产生疑问：明明传统四驱方案更加成熟，雪铁龙为什么要选择如此绕远路的双发动机设计？放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，这不是单纯的猎奇创新，而是受限技术条件下务实的取舍。50年代，小型民用分时四驱技术极少，重新开发适配微型小车的传动轴、分动箱需要投入巨额研发经费，直接复用现成发动机、变速箱组装双动力方案，改造现有底盘的成本更低，落地速度更快，而不是工程师凭空炫技，是为极端工况量身打造的应急解决方案。以现代汽车工业眼光审视，2CV Sahara 这套前后双发动机四驱方案完全没有普及价值，机械冗余大，能耗高，维护繁琐，不会再出现在现代量产车型中，但它在汽车发展史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在所有量产乘用车中，再也没有第二款车型采用前后独立双内燃机分别驱动前后轴的思路。后世众多双发动机车型大多出现在赛车领域，民用领域仅此一例。对比当下层出不穷的电动四驱、电机前置、电机后置、前后双电机、独立驱动车轮，回看60多年前雪铁龙的设计，不少爱好者感慨，2CV Sahara 某种意义上是燃油时代的前后双电机四驱雏形。两套独立动力单元分别控制前后轴的思路，跨越半个世纪，与现代电动车架构遥相呼应。区别仅在于，当年雪铁龙只能依靠2台内燃机实现，而今天依靠电机轻松完成。当行业所有人都想着如何用一套动力把动力输送至4个车轮时，雪铁龙选择增加一套完整动力，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四驱难题。充斥标准化、模块化造车思路的今天，2CV Sahara 这种不计成本、充满想象力的疯狂方案愈发显得珍贵。这台看上去简陋的铁皮小车，用2台心脏告诉所有人，汽车工业最美的风景，永远不只有循规蹈矩，还有敢于打破常规的奇思妙想。